朔风卷着鹅毛大雪，抽打在函谷关的断壁残垣上，呜咽声像是千年古战场的亡魂在低语。苍茫天地间，一道佝偻的身影踉跄前行。破旧的青布衫外裹着件洗得发白的旧棉袄，脖颈间那条灰扑扑的围巾被寒风撕扯得猎猎作响，露出的半张脸沟壑纵横，像是被岁月的刀斧劈砍过无数次。唯有一双眼睛在漫天风雪里亮得惊人，那是一种燃尽生命的近乎偏执的光。他叫陈九，是关中地界最后一位守灵人。陈家的族谱从秦代开始写起，代代单传，守着骊山脚下那座沉睡了2000多年的帝王陵。脚下的积雪没到脚踝，每走一步，雪地里都会留下一个深深的脚印，很快又被新雪覆盖。陈九怀里紧紧揣着一个巴掌大的紫檀木匣子，匣子外层裹着3层油布，边角处雕刻着一条盘绕的龙纹，龙筋用黑玛瑙镶嵌，在风雪中偶尔闪过一丝冷光。这匣子是陈家的传家宝，里面藏着守灵秘录，也藏着打开皇陵的钥匙。3天前的凌晨，陈九被一阵闷响惊醒，那声音来自骊山方向，低沉厚重，像是大地的心脏在抽搐。他心里咯噔一下，抓起墙上的马灯就往山里跑。雪夜的山路湿滑难行，他摔了7、8跤，额头磕在岩石上，鲜血混着雪水糊了满脸，却浑然不觉。赶到那片封土堆时，眼前的景象让他浑身发冷。原本平整的封土堆中央塌陷出一个直径3米的盗洞，洞口冒着淡淡的白气，混杂着一股刺鼻的水银味儿。洞边散落着几件盗墓工具，洛阳铲、探杆、绳索，还有一只摔碎的罗盘。陈九颤抖着爬下盗洞，洞底约莫10米深，角落里躺着一具僵硬的尸体，尸体旁是半幅残破的帛书，帛书用朱砂书写，字迹是早已失传的秦篆，被雪水浸得有些模糊，却能清晰辨认出子午、龙穴、水银海、12金人8个字。陈九的心脏像是被一只冰冷的手攥紧了。这帛书是盗墓贼从皇陵外围的耳室里盗出来的，耳室是皇陵的警戒哨，一旦有人闯入，机关触发，帛书便会随尸体一同弹出。这帛书一出，就像在狼群里丢下一块肥肉。果不其然，当天下午，消息就传遍了整个关中地界。考古队的车辙印、陌生越野车的轮胎痕，还有暗中窥探的目光，像一张无形的网朝着骊山收拢。陈九知道躲不住了，他连夜赶回祖宅，撬开地窖的青石板，挖出了那个紫檀木匣子。匣子里的守灵秘录是用兽皮制成的，千年不腐，上面不仅记载着皇陵的布局、机关、暗道，更写着一句祖训：守灵者，生护灵，死训灵。秘录绝不可落外人之手。可陈九老了，肺癌晚期，医生说他撑不过这个冬天。他没有子嗣，守灵的担子没人能接。思来想去，他只有一个人，选秦风。秦风是考古队的队长，也是他的忘年交。3年前，秦风带队来骊山考察，偶然结识了陈九，两人常在村口的老槐树下喝酒。秦风听他讲守灵的故事，他听秦风说考古的意义。秦风说，考古不是盗墓，是为了让沉睡的历史重见天日，是为了守护，不是掠夺。这句话戳中了陈九的心，他要把秘录交给秦风，只有秦风能守住这个秘密，能护住那座皇陵。风雪更大了，陈九的脚步越来越沉，呼吸越来越急促，胸口像是压着一块巨石，疼得他直冒冷汗。他从怀里摸出一个干瘪的馍馍，咬了一口，冰冷的面渣卡在喉咙里，咽不下去。他咳了几声，咳出的痰里带着血丝，落在雪地上，像一朵绽开的红梅。快了，快到了！他喃喃自语，目光望向风雪深处，那里有一盏昏黄的灯，在山坳里亮着，那是秦风的临时住所，一间破旧的山屋。他咬紧牙关，使出最后一丝力气，朝着那盏灯的方向一步一步挪了过去。雪地里的脚印歪歪扭扭，像是一条垂死挣扎的蛇。风还在刮，雪还在下。函谷关的断壁残垣在风雪中沉默着，像是在目送一位守灵人的末路，也像是在等待一场即将到来的风暴。陈九的祖宅藏在函谷关下的一个山坳里，是一间破旧的四合院，院墙早已坍塌，院子里长着半人高的野草，只有正屋的门窗还勉强保持着完整。3天前，陈九从骊山回来后，就把自己关在了正屋里，连一口饭都没吃。他坐在油灯下，手里捧着那个紫檀木匣子，枯瘦的手指一遍遍地摩挲着匣面上的龙纹。匣子里的守灵秘录他已经翻了无数遍，那是用兽皮制成的，边缘已经泛黄，上面的字迹是用朱砂混合着兽血写的，千年不腐。秘录的第1页是陈家的祖训，用加粗的字体写着：陈家子孙世代守灵，不得入朝为官，不得与外人通婚，
秘录不传外姓，违者天诛地灭。祖训的下面是一幅手绘的皇陵地图，密密麻麻地标注着各种符号和文字。陈九闭着眼睛都能背出地图上的每一个细节。皇陵的入口在子午谷的龙脊峰，进入龙脊峰需要等到冬至午时，日月合璧，阴阳交汇，龙脊峰的裂缝才会打开。进入裂缝后是一条长长的甬道，甬道里布满了流沙、毒箭、翻板等机关。甬道的尽头是一座巨大的溶洞，溶洞里有一条玉石铺成的道路，道路两旁是12铜人的陶俑原型。玉石路的尽头是一扇石门，石门的钥匙是金龙嘴里的夜明珠，石门后面就是水银海。水银海中央的龙舟上停放着秦始皇的棺椁。陈九咳嗽了几声，胸口的疼痛越来越剧烈。他从枕头下摸出一个药瓶，倒出几粒药片，塞进嘴里咽了下去。那是医生给他开的止痛药，可现在已经没什么效果了。他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，他必须在临死前把秘录交出去。他想起了秦风，那个年轻的考古队长，正直沉稳，对历史有着敬畏之心。他说过，考古是为了守护，不是掠夺，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守住秘录，守住皇陵。陈九站起身，走到墙角，搬开一个沉重的木箱，木箱下面是一个暗格，暗格里藏着一把锈迹斑斑的青铜钥匙。这把钥匙是打开紫檀木匣子的钥匙。匣子有2层，外层装着守陵秘录，内层藏着一件更重要的东西，一枚龙纹玉佩。那枚玉佩是秦代的传国玉玺的边角料制成的，上面刻着寿命于天，继寿永昌8个字的残片。它是开启12铜人的钥匙，也是证明陈家守陵人身份的信物。他小心翼翼地取出那枚玉佩，玉佩温润如玉，触手生温。他把玉佩和守陵秘录放在一起，重新裹好油布，揣进怀里。然后他走到桌前，拿起一张纸，颤抖着写下一行字：风娃亲启，皇陵动不得，守陵者当以死护之。写完，他把纸条塞进匣子的夹层里，然后背起一个破旧的包袱，推开了房门。门外风雪正劲，他回头望了一眼这座生活了一辈子的祖宅，眼里满是不舍。可现在他必须离开。他锁上房门，把钥匙埋在院中的老槐树下，然后毅然转身走进了风雪里。他的身影越来越小，最终消失在茫茫大雪中。只有那间破旧的祖宅孤零零地立在山坳里，像是一座沉默的墓碑。秦风的临时住所是一间破旧的山屋，山屋里只有一张木板床、一张桌子、2把椅子，墙角堆着一些柴火，火塘里的火苗烧得正旺，把屋子烤得暖烘烘的。秦风坐在火塘边，手里拿着那半幅帛书，眉头紧锁。他已经研究了整整3天，却始终没有头绪。就在这时，门被吱呀一声推开了，寒风裹挟着雪花涌了进来。秦风抬头望去，只见陈九踉跄着走了进来，身上落满了雪花，脸色苍白得像纸。陈老爷子。秦风大吃一惊，连忙站起身，快步上前扶住他。这么大的雪，您怎么来了？陈九喘着粗气，嘴唇干裂，说不出话来。秦风把他扶到椅子上坐下，又给他倒了一杯热水。陈九喝了一口热水，缓了缓气，才抬起头看着秦风，眼神里带着一丝恳求。风娃，陈九的声音沙哑得厉害，像是2块石头在摩擦。我有东西要交给你。说着，他颤抖着从怀里掏出那个紫檀木匣子，递到秦风面前。匣子沉甸甸的，带着陈九的体温。秦风接过匣子，入手微凉，他能感觉到匣子里的东西很轻，却又很重。老爷子，这是什么？守陵秘录。陈九一字一顿地说：陈家世代守护的秘录，里面有皇陵的全部秘密。秦风的瞳孔骤缩，手里的匣子仿佛有1000斤重。他看着陈九，嘴唇动了动，想说什么，却又说不出来。3天前的封土堆塌陷，不是意外。陈九咳嗽了几声，继续说道：是一群盗墓贼干的。他们觊觎皇陵的宝藏，已经谋划了很久。那半幅帛书是他们故意留下的诱饵，目的是引你们入局，然后坐收渔翁之利。秦风的心沉了下去，他果然猜得没错，这件事背后藏着一个巨大的阴谋。老爷子，您为什么要把秘录交给我？他知道这份秘录是陈家的命根子，世代相传，
从不外传。我老了，活不了多久了。陈九苦笑一声，指了指自己的胸口。肺癌晚期，医生说撑不过这个冬天。陈家没有子嗣，守灵的担子没人能接。他顿了顿，眼神变得坚定。你是个好孩子，正直善良，对历史有着敬畏之心，只有你能守住这份秘录。秦风看着陈九那双浑浊却充满信任的眼睛，心里涌起一股暖流，也涌起一股沉甸甸的责任。他知道，一旦接过这个匣子，他的人生就会彻底改变。老爷子，我……秦风犹豫了，他是考古队长，职责是发掘历史，可守灵是另一回事儿。风娃，你听我说。陈九抓住秦风的手腕，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。皇陵里的东西不是宝藏，是枷锁。秦始皇耗尽全国之力修建这座皇陵，是为了死后能继续统治天下。里面的每一件文物都沾着无数人的鲜血和汗水。那些盗墓贼想要的是金银财宝，他们不会在乎文物的价值，更不会在乎历史的传承。一旦他们闯入皇陵，里面的一切都会毁于一旦。他的声音越来越急促，胸口的疼痛越来越剧烈。记住，皇陵动不得，守住秘录就是守住历史。以后守陵的担子就交给你了。说完，陈九的手突然垂了下去，眼睛里的光芒瞬间暗淡了下去。老爷子！秦风大喊一声，抱住陈九，只觉得怀里的人已经没了气息，火塘里的火苗依旧跳跃着，可屋子里的温度却仿佛瞬间降到了冰点。秦风深吸一口气，擦干眼泪，他看着怀里的匣子，眼神变得坚定。他知道，从这一刻起，他不再只是一个考古队长，他是陈家守陵使命的继承者，是秦始皇陵的守护者。他打开紫檀木匣子，取出里面的守陵秘录和龙纹玉佩。他知道，一场风暴即将来临，而他已经做好了准备。陈九的葬礼办得很简单，没有棺椁，没有墓碑，只有一抔黄土，掩埋了这位守护了皇陵一生的老人。秦风亲手把他葬在函谷关下的老槐树下，那里能看到骊山的方向，也能看到陈家的祖宅。葬礼结束后的第二天，考古队的营地就被媒体围得水泄不通，记者们扛着摄像机，举着话筒，把营地门口堵得严严实实。他们的问题像连珠炮一样朝着秦风砸来。秦队长，听说你们在骊山发现了秦始皇陵的帛书，是真的吗？秦队长，帛书上的内容是什么？是不是指向了皇陵的地宫入口？秦队长，你们有没有发掘皇陵的计划？什么时候开始？老教授站在秦风身边，拄着拐杖，眉头紧锁。他知道这件事瞒不住了，消息肯定是从文物局内部泄露出去的。现在整个世界都在盯着骊山。各位媒体朋友，请安静一下。老教授清了清嗓子，说道：关于骊山封土堆塌陷的事情，我们可以负责任地说，那是一起意外的地质灾害，请大家不要听信谣言，更不要传播谣言。记者们显然不相信老教授的话。一个年轻的女记者挤到前面，手里拿着一张照片，照片上是那半幅帛书的特写。老教授，这张照片上的帛书上面写着子午龙穴水银海12金人，这8个字明明就是指向秦始皇陵的核心，您为什么要隐瞒？老教授的脸色变了变，一时语塞。秦风往前走了一步，接过话筒，声音冷峻：这位记者朋友，你手里的照片是从哪里来的？女记者愣了一下，支支吾吾的说不出话来。我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。秦风的目光扫过众人，眼神里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威严。骊山封土堆塌陷是一起意外的地质灾害，现场发现的帛书是国家1级文物，正在进行修复和研究。任何关于帛书指向皇陵地宫的说法都是谣言。他顿了顿。秦始皇陵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根据文物保护法，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擅自发掘。我们考古队的职责是保护文物，而不是发掘皇陵。请大家尊重历史，尊重文物，不要过度解读。就在这时，营地外传来一阵汽车的轰鸣声，几辆黑色的越野车呼啸而至，车门打开，
一群穿着黑色西装的人走了下来，为首的是一个中年男人，身材高大，面色冷峻，眼神里带着一丝倨傲。他就是高天，自称国际考古基金会的代表。高天拨开人群，走到秦风面前，伸出手，嘴角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笑。秦队长，久仰大名，我是国际考古基金会的高天。秦风冷冷地看着他。高先生，有何贵干？我听说你们发现了关于秦始皇陵的帛书。高天的目光落在秦风的胸口，像是在寻找什么。我们基金会愿意提供一笔巨额的资金，支持你们的考古工作。当然，我们也有一个小小的要求，发掘出来的文物要和我们共享研究成果。抱歉，我们不需要资金支持。秦风的声音带着一丝疏离。而且，根据我国的文物保护法，地下文物归国家所有，不存在共享研究成果这一说。秦队长，你最好想清楚，我们基金会的实力不是你能想象的，和我们合作，对你、对考古队都有好处。不必了。秦风毫不退让。请你们离开。高天盯着秦风看了半晌，突然笑了起来。好，很好。秦队长，我们走着瞧。说完，带着那群西装男扬长而去。秦风知道高天他们绝不会善罢甘休，这场关于皇陵的博弈已经开始了，而他们没有退路。营地的空气自从高天来过之后就变得格外压抑，队员们都隐隐感觉到有一张无形的网正在朝着他们收拢。这天下午，秦风正在房间里研究守陵秘录，突然听到外面传来一阵喧哗声，他皱了皱眉，起身走到窗边，只见高天带着一群西装男径直闯进了营地，队员们拦都拦不住。秦风快步走了出去，脸色冷峻。高先生，这里是考古队营地，不是你想来就来的地方。高天冷笑一声，挥了挥手，身后的西装男立刻散开，将秦风的房间团团围住。秦队长，明人不说暗话。高天走到秦风面前，目光锐利。我知道，陈九把守陵秘录交给你了，把它交出来，我可以给你想要的一切，金钱、地位、名誉。秦风的瞳孔骤缩，他没想到高天竟然连这件事都知道，看来对方的势力比他想象的还要强大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秦风面不改色。是吗？高天从怀里掏出一张照片，照片上是陈九把紫檀木匣子交给秦风的场景，拍摄角度很隐蔽，显然是早就安排好了人跟踪。秦队长，你觉得你还能瞒多久？秦风的脸色沉了下来，他知道高天是有备而来。高先生，守陵秘录是国家文物，不是我能私自交给你的。秦风说道。国家文物？高天嗤笑一声。在我眼里，没有国家文物，只有价值。那本秘录能带我找到秦始皇陵的地宫，里面的宝藏足以让我富可敌国。秦队长，识相的就乖乖交出来，否则别怪我不客气。他身后的西装男纷纷亮出了腰间的武器，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秦风。队员们见状，立刻冲了过来，将秦风护在身后，纷纷举起手里的地质锤和洛阳铲，怒视着高天他们。高天，你敢在这里动手？老教授拄着拐杖，气得浑身发抖。这里是中国的土地，容不得你撒野。高天不屑地瞥了老教授一眼。老东西，别给脸不要脸。我今天来不是来吵架的，是来要东西的。给你们10分钟时间考虑，要么交秘录，要么就等着给这些队员收尸。说完，他掏出手机，看了看时间，嘴角勾起一抹残忍的笑。秦风看着眼前的一幕，心里涌起一股怒火。他知道高天是个疯子，什么事都做得出来。他回头看了一眼队员们，往前跨了一步，目光如炬。高天，你别太嚣张，守陵秘录在我手里，你要是敢动我的队员，我就把秘录烧了，到时候你什么都得不到。高天的脸色变了变，他知道秦风说得出做得到，气氛瞬间剑拔弩张。就在这时，远处传来一阵警笛声，高天脸色一变，他没想到秦风竟然还报了警。算你狠！高天狠狠地瞪了秦风一眼。秦队长，我们走着瞧。说完，他带着西装男匆匆离去。他知道高天不会善罢甘休，这次失败只会让他更加疯狂。他回到房间，锁上门，从床底下掏出一个铁盒，把守陵秘录和龙纹玉佩放了进去，然后把铁盒埋在院子里的大树下。做完这一切，他才松了一口气。他知道接下来的日子会更加艰难，他必须尽快找到皇陵的入口，做好守护的准备。
根据守灵秘录的记载，冬至午时，子午谷的龙脊峰会出现一道裂缝，那是进入皇陵的唯一入口。秦风知道，他必须在冬至之前找到龙脊峰的位置。他召集了考古队的核心成员，包括老教授和苏晴，在房间里召开了一个秘密会议。他把守灵秘录拿出来，摊在桌子上，指着上面的地图说道：根据秘录记载，皇陵的入口在子午谷的龙脊峰，龙脊峰是秦岭的龙脉所在，形似巨龙，蜿蜒盘踞，只有在冬至午时，龙脊峰的裂缝才会打开。老教授凑上前，仔细看着地图。子午谷我去过，那里地势险峻，人迹罕至。龙脊峰的位置在子午谷的深处，地图上标注的坐标很模糊。苏晴是地质学家，他看着地图上的等高线，说道：龙脊峰的地质结构很特殊，应该是由陨铁和花岗岩组成的。这种地质结构在卫星地图上会有明显的反光，我可以根据这个特征锁定龙脊峰的位置。秦风点了点头。好，苏晴，你负责锁定龙脊峰的位置。老教授，你负责准备进入皇陵的装备，尤其是防毒面具和照明设备。我会联系当地的驻军，请求他们派一支特种兵小队协助我们。众人纷纷点头。他们知道这次行动九死一生，但他们更知道这是他们的责任。冬至的清晨，子午谷的天空万里无云，阳光透过云层洒落在龙脊峰上。秦风带着队员们来到了龙脊峰的裂缝前，裂缝周围布满了奇形怪状的岩石，岩石上刻着一些模糊的图案，像是龙，又像是云。午时到了，阳光透过裂缝洒落在岩石上，突然，裂缝周围的岩石开始发出一阵耀眼的金光，岩石上的龙纹像是活了过来一样，缓缓地游动着。紧接着，岩石开始缓缓移动，发出轰隆隆的巨响，整个龙脊峰都在微微颤抖。队员们都往后退了几步，警惕地看着眼前的一幕。片刻之后，巨响停止了，龙脊峰的裂缝已经扩大到能容一人通过的宽度。入口打开了。秦风深吸一口气，说道。他回头看了一眼众人，都准备好了吗？记住，进去之后一切听从指挥，不要擅自行动。皇陵里的机关防不胜防。放心吧，秦队。队员们齐声说道，眼神里透着坚定。秦风点了点头，率先走进了裂缝。走了半个时辰，前方通道蓦地变得开阔起来，狭窄的通道尽头是一座巨大的地下溶洞，洞顶高得望不到边，钟乳石从洞顶垂落，形态各异，在强光手电的照射下闪烁着七彩的光芒。溶洞的中央是一条由玉石铺成的道路，道路的两旁矗立着一排排栩栩如生的陶俑。这是……老教授激动得浑身发抖，他快步走上前，仔细地观察着陶俑。这是秦12铜人的陶俑原型，没错，就是他们。这些陶俑是用陶土混合着陨铁粉末制成的，苏晴说道，质地坚硬，比兵马俑的陶土要好上100倍。秦风走到玉石路的中央，往前望去，玉石路的尽头是一扇巨大的石门，石门上雕刻着一条五爪金龙，龙的嘴里衔着一颗巨大的夜明珠，照亮了石门周围的区域。石门的两侧各有一个巨大的石墩，石墩上刻着秦传。老教授走到石墩旁，仔细地辨认着上面的文字，他的脸色越来越凝重。上面写着什么？秦风问道。老教授深吸一口气，一字一顿地说，敢入皇陵者死。众人的心里都咯噔一下。秦风走到石门的面前，伸出手抚摸着门上的金龙。他想起了守灵秘录里的记载，打开这扇石门的钥匙就是龙嘴里的夜明珠，但他知道石门的后面一定藏着更加凶险的机关。准备好。秦风回头看了一眼众人，眼神凝重。我要开门了。秦风深吸一口气，伸手握住了龙嘴里的夜明珠。他的指尖刚触碰到夜明珠，石门两侧的石墩突然发出了一阵咔嚓咔嚓的声响。石墩的异动让所有人瞬间绷紧了神经。只见石墩顶端的盖板轰然弹开，数十支寒光闪闪的淬毒弩箭赫然露出。小心！
秦风的吼声未落，弩箭便如暴雨般朝着众人疾驶而来。苏晴反应极快，大喊一声卧倒，同时将身旁的一个年轻考古队员扑倒在地。弩箭擦着队员的头皮飞过，定在身后的钟乳石上，发出噗噗的闷响。钟乳石瞬间被腐蚀出一个个小洞，滋滋冒着白烟。众人纷纷卧倒，躲在陶俑后面。弩箭打在陶俑身上，却只能留下浅浅的痕迹，无法穿透陶俑坚硬的身躯。秦风两只手死死握住夜明珠，脑中飞速运转。守灵秘录里明明记载着夜明珠是开门的钥匙，为何会触发机关？难道是自己的操作有误？他低头看向夜明珠，突然发现夜明珠的底部有一个小小的凹槽，形状和自己怀里的龙纹玉佩一模一样。是玉佩。秦风恍然大悟，他立刻掏出龙纹玉佩，塞进夜明珠底部的凹槽里。咔嚓一声轻响，夜明珠和玉佩完美契合，石墩上的弩箭瞬间停止了发射，盖板缓缓合上，恢复了原状。紧接着，石门发出一阵轰隆隆的巨响，缓缓地向两侧打开。一股浓郁的水银味儿，夹杂着一股腐朽的气息，从石门后扑面而来。众人忍不住皱起了眉头，连忙捂紧了防毒面具。秦风站起身，拍了拍身上的灰尘，看向众人：“没事吧？”队员们纷纷站起身：“没事。”心有余悸地看着石墩的方向。他率先走进石门，众人紧随其后。石门后面是一条长长的甬道，甬道的墙壁上画满了彩色的壁画，壁画的色彩鲜艳，历经千年而不褪色。壁画上描绘着秦始皇统一六国的全过程，从荆轲刺秦的惊险，到焚书坑儒的决绝，再到徐福东渡的壮阔，一幅幅栩栩如生，像是在诉说着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。老教授边走边看，不时停下脚步，拿出纸笔记录着，他的眼睛里闪烁着激动的光芒。这些壁画是秦代的宫廷画师所画，是研究秦代历史的第一手资料，价值连城。苏晴则注意到，甬道的地面是用一种特殊的石材铺成的，防滑耐磨，而且具有很强的腐蚀性。他蹲下身，刮了一点石材的粉末，放在显微镜下观察。这种石材是火山岩和水银混合而成的，能有效地防止盗墓贼进入。众人沿着甬道往前走，走了大约一盏茶的功夫，前方的甬道突然变得开阔起来。眼前的景象让所有人都惊呆了。只见一片无边无际的海洋出现在众人的眼前，海洋里的水是黑色的，泛着金属的光泽，散发着刺鼻的水银味。水面上漂浮着一艘巨大的龙舟，龙舟的中央停放着一口巨大的棺椁，棺椁是用金丝楠木打造而成，上面镶嵌着无数的宝石，在强光手电的照射下光芒万丈。而在龙舟的周围矗立着12座巨大的铜人，身材高大，身披铠甲，手持铜锤，正是传说中的秦12铜人。水银海12铜人，秦始皇的棺椁。老教授的声音带着一丝颤抖，他激动得热泪盈眶。我们真的找到了！所有人都沉浸在眼前的震撼景象中，无法自拔。只有秦风注意到了不对劲，水银海的周围太安静了，安静的让人毛骨悚然。他刚想提醒众人小心，突然一阵诡异的声音从水银海的深处传来，那声音像是无数的毒蛇在吐着信子。紧接着，水银海的水面开始剧烈地翻腾起来，无数的黑影从水银海里钻了出来。水银海的翻腾越来越剧烈，黑色的液面掀起半米高的浪涛，刺鼻的汞蒸气在空气里凝结成细小的水珠，落在地面上滋滋作响。那些从水银海里钻出来的黑影竟是一条条手臂粗细的黑色爬虫，它们长着蜈蚣般的百足，头部却生着类似蛇的三角脑袋，猩红的复眼在黑暗中闪烁，正是《守灵秘录》中记载的螭蛊。是螭蛊，水银海里培育的护灵蛊虫。秦风失声大喊，一把将身旁的苏晴拉到陶俑身后。千万别被他们碰到，毒液能腐蚀骨头。话音未落，最先爬上岸的几条螭蛊已经朝着人群窜来，速度快得像离弦之箭。王刚队长反应极快，抬手就是2枪，子弹打在螭蛊身上，却只擦出一串火花，根本无法穿透他们坚硬的外壳。他们的甲壳能挡子弹。王刚脸色一变，挥刀砍去，军用匕首劈在螭蛊头上，竟被弹开一道缺口。老教授吓得腿软，扶住身旁的陶俑才勉强站稳。秘录里说，螭蛊怕火，他们是阴寒之物，具阳火。秦风立刻反应过来，从背包里掏出打火机和酒精棉，点燃后
扔向赤骨群。火苗落地的瞬间，惨叫声此起彼伏。接触到火焰的赤骨瞬间蜷缩成球，身体滋滋冒着黑烟，很快化为一滩黑色的粘液。所有人都点火把！秦风大喊着，又点燃了几支备用的火把，分给众人。队员们纷纷效仿，熊熊火光在甬道里亮起。可就在这时，那12座矗立在水银海旁的铜人突然发出咔嚓咔嚓的声响。最靠近火墙的一座铜人缓缓抬起了手中的铜锤，朝着众人的方向猛地砸了下来。铜锤带着千钧之力砸下，地面剧烈震动，玉石路裂开一道长长的缝隙，火光被震得摇曳不定，众人连忙四散躲避。铜锤砸在空地上，溅起无数碎石，其中一块正好击中一名特种兵的胳膊，只听咔嚓一声，骨头碎裂的声音清晰可闻。小张！王刚怒吼一声，扶起受伤的队员，眼神里满是怒火。秦队，这些铜人怎么对付？秦风紧盯着铜人的动作，发现他们的步伐虽然缓慢，但每一步都精准地踩着某种节奏，而且目光始终锁定着火光的方向。他们靠热量和声音定位，火把和枪声会吸引他们。他立刻喊道：所有人熄灭火把，改用冷光源，保持安静，不要发出大声响。队员们连忙照做，熄灭火把，打开强光手电的弱光模式。果然，铜人的动作慢了下来，暗红色的眼眶里光芒闪烁，似乎在寻找目标。而那些吃骨失去了火焰的威慑，又开始蠢蠢欲动，朝着黑暗中的人群缓缓爬行。进退两难了。老教授喘着粗气，火能挡骨，却引铜人，熄了火，蛊虫又要上来。秦风的大脑飞速运转，目光落在那些铜人脚下的地面上。他发现铜人站立的位置都刻着一个小小的凹槽，和龙纹玉佩上的纹路隐隐契合。秘录里说，12铜人受龙气牵引，玉佩能暂时压制他们。他掏出龙纹玉佩，高高举起。王刚队长，帮我吸引铜人的注意力，我去试试能不能让他们停下。王刚立刻点头，对着一座铜人的背部开了一枪。枪声响起的瞬间，那座铜人立刻调转方向，朝着王刚的方向缓缓走去。其他铜人也受到声音的吸引，纷纷朝着枪声的方向聚拢。秦风抓住机会，沿着墙壁快速移动，避开地上的吃骨，来到最前面一座铜人的脚下。他将龙纹玉佩对准凹槽，猛地按了下去。玉佩与凹槽完美契合，瞬间发出一道柔和的白光，顺着铜人的腿部蔓延而上。铜人的动作突然停滞，暗红色的眼眶里光芒暗淡下去。咔嚓一声，又恢复了静止的姿态。有效！秦风大喜，立刻朝着下一座铜人跑去，逐个将龙纹玉佩按在12铜人的凹槽里。每按下一个，铜人就会停止动作，暗红色的光芒熄灭，恢复成冰冷的雕像。水银海的翻腾也渐渐平息。那些吃骨像是失去了指引，不再主动攻击众人。众人终于松了一口气，瘫坐在地上，大口喘着粗气。受伤的小张被队友简单包扎了伤口，脸色依旧苍白，但眼神里透着劫后余生的庆幸。秦队，你太神了！年轻队员小李激动地说道。秦风摇了摇头，擦了擦额头的汗水。是陈老爷子的玉佩管用，不过我们还没脱离危险。老教授站起身，走到水银海的边缘，望着黑色的页面。司马迁记载，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基象灌输，这些水银不仅是屏障，还能驱动吃骨和铜人。苏晴则注意到，当最后一座铜人被压制后，水银海的边缘有一块不起眼的岩石悄然移动了一下。秦队，你看那里。秦风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，只见那道缝隙隐藏在阴影里。他走到缝隙前，用强光手电往里照了照，通道壁上刻着和之前石墩上一样的秦篆。上面写着什么？苏晴好奇地问道。老教授凑过来仔细辨认了一番，脸色凝重。写着非真龙血脉，入之即死。秦风心中一动，真龙血脉，难道这玉佩不仅能压制铜人，还能证明身份？不管了，我们必须进去看看。秦风眼神坚定。皇陵的秘密，还有高天他们的阴谋，都可能藏在里面。他回头看了一眼众人，愿意跟我进去的跟我来，害怕的可以留在外面等我们回来。队员们纷纷站起身，眼神坚定。
秦队，我们跟你一起去。秦风率先钻进那道狭窄的通道，通道仅容一人通过。他小心翼翼地往前走着，龙纹玉佩在胸口微微发热，像是在呼应着什么。众人紧随其后，通道里只能听到彼此的呼吸声和脚步声。走了大约10几米，通道突然变得开阔起来，眼前出现一扇小小的石门，石门上没有任何雕刻，只有一个圆形的凹槽，大小正好能容纳龙纹玉佩。看来这里就是血脉之焰的地方了。秦风深吸一口气，将龙纹玉佩放进凹槽里。玉佩嵌入凹槽的瞬间，石门发出一阵柔和的白光，白光笼罩着众人，没有任何不适，反而让人感觉浑身暖洋洋的。几秒钟后，白光散去，石门缓缓打开，门后是一条长长的甬道，甬道两侧的墙壁上每隔几步就挂着一盏青铜灯，灯里的油脂不知为何在石门打开的瞬间自动点燃，昏黄的灯光照亮了甬道。这些青铜灯竟然能自动点燃！小李惊讶地说道。应该是机关。苏晴解释道。石门打开时触发了某种机关，点燃了灯里的油脂。这些油脂可能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，能保存2000多年。众人沿着甬道往前走，甬道里弥漫着一股淡淡的檀香，和之前的水银味、腐朽味截然不同。突然，甬道两侧的墙壁上那些细小的孔洞里射出了无数细小的毒针，毒针泛着幽绿色的光，显然淬了剧毒。快躲！秦风大喊一声，一把将身旁的老教授扑倒在地，毒针密密麻麻地射过来，打在地面上、墙壁上，发出叮叮的声响。队员们纷纷寻找掩护，只要趴在地上就能避开。毒针射了大约半分钟才停了下来。众人纷纷站起身，拍了拍身上的灰尘，心有余悸。秦风皱了皱眉，他发现这些毒针的发射似乎和脚步有关。刚才众人都是快步前进，毒针就射了出来。他试着放慢脚步，轻轻往前走了几步，果然没有触发机关。大家放慢脚步，轻一点走。秦风叮嘱道。这些机关可能是根据脚步声的频率和力度触发的。众人纷纷点头，放慢了脚步，小心翼翼地往前走着。这一次果然没有再触发机关。走到甬道的尽头，又是一扇石门。这扇石门比之前的要大上许多，上面雕刻着一幅完整的秦始皇登基图，栩栩如生。秦风再次将龙纹玉佩嵌入石门的凹槽，玉佩与凹槽完美契合，发出一阵耀眼的金光。金光顺着石门上的雕刻流淌，将秦始皇登基图映照得格外清晰。图中的秦始皇眼神威严，仿佛活了过来。石门缓缓打开，一股浓郁的檀香扑面而来。门后是一座巨大的墓室，墓室的中央摆放着一张巨大的石桌，石桌上摆放着一些竹简和青铜器。墓室的四周矗立着8根巨大的盘龙柱，柱子上的龙纹栩栩如生，像是在盘旋飞舞。这里应该是秦始皇的书房吧？老教授激动地说道，快步走到石桌前，拿起一卷竹简。这些竹简都是秦代的文献，记载的是秦始皇统一6国后的一些政令和规划，价值连城。秦风没有急着看竹简，他的目光被石桌后的一面墙壁吸引了。墙壁上挂着一幅巨大的地图，地图是用丝线编织而成的，上面标注着秦代的疆域和一些重要的地点。地图的中央有一个红色的标记，正是骊山的位置。这张地图应该是秦代的疆域图。苏晴走到地图前，仔细观察着，上面的标记可能是秦代的重要军事基地和粮仓。秦风的目光落在地图的角落，那里有一个小小的标记，旁边写着长生殿3个字。长生殿？难道秦始皇真的在追求长生不老？就在这时，墓室的角落里突然传来一阵轻微的响动。秦风立刻警惕起来，示意众人安静，然后朝着角落缓缓走去。强光手电的光柱照过去，只见角落里蜷缩着一个人，穿着考古队的制服，正是之前失踪的队员老赵。老赵，你怎么在这里？秦风大吃一惊，连忙上前扶起他。老赵的脸色苍白，嘴唇干裂，看到秦风，眼泪瞬间流了下来。秦队，我被高天他们抓了，他们逼我带他们进来，我不从，就被他们关在这里了。高天他们也进来了。秦风的瞳孔骤缩。他们现在在哪里？老赵指了指墓室另一侧的一扇小门，他们朝着那个方向去了。他们说要去找秦始皇的长生不老药。秦风的心沉了下去，高天竟然也闯进了墓室，还在寻找长生不老药。他知道高天这种人
为了达到目的，不择手段。一旦让他找到所谓的长生不老药，后果不堪设想。老赵，你先休息一下，我们去追高天。秦风说道，然后对王刚和苏晴使了个眼色。王刚队长，你带着几个队员保护老教授和老赵，我和苏晴去追高天。不行，秦队，高天他们人多势众，而且手里有武器，你和苏晴2个人太危险了。王刚说道。时间来不及了，我们必须尽快阻止他们。秦风眼神坚定。你们在这里收集证据，同时想办法联系外界，我们很快就回来。说完，秦风拉着苏晴朝着老赵指的那扇小门跑去。小门后面是一条陡峭的楼梯，一直通往地下。秦风和苏晴顺着楼梯往下跑，越往下，檀香的味道越浓，同时还夹杂着一股淡淡的腥味。跑了大约几百级台阶，楼梯终于到了尽头，眼前出现一座巨大的宫殿。宫殿的匾额上写着长生殿3个大字，字体苍劲有力。宫殿的中央有一个巨大的炼丹炉，炼丹炉的周围站着几个穿着黑色西装的人，正是高天的手下。高天正站在炼丹炉前，手里拿着一个金色的盒子，盒子里似乎装着什么东西。高天，住手！秦风大喊一声，冲了过去。高天回头看到秦风，嘴角勾起一抹冷笑。秦队长，你来的正好，我刚找到秦始皇的长生不老药，要不要一起尝尝？你别痴心妄想了，世界上根本没有长生不老药。秦风说道。有没有试过就知道了。高天打开金色的盒子，里面是一颗红色的药丸，散发着淡淡的清香。这颗药丸是用无数珍贵的药材炼制而成，里面还加入了水银和陨铁的精华。秦始皇就是靠它，才能让皇陵千年不腐。这颗药丸里含有大量的汞和重金属，吃了不仅不能长生不老，反而会立刻中毒身亡。苏晴突然说道。高天的脸色变了变，但很快又恢复了镇定。你骗我，秦始皇怎么可能会炼制毒药？高天显然不相信苏晴的话，他拿起那颗红色的药丸，就要往嘴里送。不要！秦风大喊着，朝着高天扑了过去。就在这时，高天的一个手下突然开枪，子弹擦着秦风的肩膀飞过，打在炼丹炉上，发出当的一声巨响。秦风趁机扑到高天面前，一把夺过他手里的金色盒子。高天大怒，一拳打在秦风的脸上。秦风踉跄着后退了几步，嘴角流出鲜血。把盒子还给我！高天怒吼着，朝着秦风冲了过来。苏晴见状，捡起地上的一根木棍，朝着高天的腿打去。高天躲闪不及，被木棍打中，膝盖一软，跪倒在地。秦风趁机将金色盒子藏在怀里，然后和苏晴一起与高天的手下缠斗起来。高天的手下虽然人多，但秦风他们身手矫健，尤其是秦风，这些天在皇陵里经历了无数危险，身手越发敏捷。就在双方打得难解难分的时候，突然宫殿的地面开始剧烈震动，之前被压制的12铜人竟然再次发出咔嚓咔嚓的声响，他们的眼眶里再次亮起暗红色的光芒。怎么回事？铜人怎么又动了？苏晴惊声尖叫，秦风心里咯噔一下，他想起了龙纹玉佩，刚才他把玉佩从石门的凹槽里取了出来，可能就是因为这个，铜人才再次被唤醒。不好，玉佩离开了凹槽，铜人的压制被解除了。秦风大喊道。12铜人缓缓走进宫殿，他们的目标不再是火光和声音，而是宫殿里的所有人。高天的手下看到铜人，吓得魂飞魄散。一个西装男跑得太慢，被一座铜人抓住，铜人用力一捏，西装男的身体瞬间被捏碎。高天也吓得脸色惨白，他知道面对铜人，他们根本没有胜算。他趁机捡起地上的枪，朝着秦风的方向开了一枪，然后转身就跑。秦风躲开子弹，看着高天逃跑的背影，心里暗骂一声，但现在他必须先对付铜人。他掏出龙纹玉佩，朝着最近的一座铜人跑去，想要再次将玉佩按进他脚下的凹槽里。可铜人这次的动作比之前快了许多，他猛地抬起铜锤，朝着秦风砸了下来。秦风连忙侧身躲避，铜锤砸在地上，地面裂开一道巨大的缝隙，碎石飞溅。秦风趁机绕到铜人身后，将龙纹玉佩对准他背上的一个凹槽。玉佩嵌入凹槽的瞬间，铜人的动作再次停滞，暗红色的光芒熄灭。秦风大喜，立刻朝着下一座铜人跑去。苏晴则在一旁用强光手电干扰其他铜人的视线，为秦风争取时间。突然，宫殿的顶部开始往下漏水，黑色的水银从顶部的裂缝里倾泻而下，像是一场黑色的暴雨。不好，水银倒灌了！秦风失声大喊，水银的数量越来越多，很快就淹没了脚踝。水银的密度极大，而且有剧毒。
一旦接触到皮肤，就会造成严重的腐蚀。高天的一个手下跑得太慢，被水银淹没了膝盖，他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，身体在水银里迅速腐蚀。秦风心里焦急，他还有6座铜人没有压制，如果这些铜人跟着他们出去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他看了一眼苏晴，苏晴，你先出去通知王刚他们，让他们立刻离开皇陵。我必须把这些铜人重新压制住，否则他们会危害更多的人。秦风眼神坚定，他咬了咬牙，转身朝着宫殿门口跑去。我在外面等你，你一定要活着回来。秦风看着苏晴的背影，然后转身。当最后一座铜人停止动作时，水银已经淹没了他的腰部，他再也支撑不住，身体一软，倒在了水银里。就在秦风以为自己必死无疑的时候，胸口的龙纹玉佩突然爆发出耀眼的光芒，形成一个巨大的光罩，将他包裹在里面。水银无法穿透光罩，只能在光罩外翻滚。秦风感觉一股暖流从玉佩里涌入身体，驱散了水银带来的寒冷和剧毒，体力也在逐渐恢复。他惊讶地看着龙纹玉佩，没想到它还有这样的神奇功效。光罩带着秦风缓缓上升，朝着宫殿顶部的裂缝飞去。裂缝越来越大，光罩穿过裂缝，进入了一条狭窄的通道，通道里一片漆黑，但龙纹玉佩发出的光芒照亮了前方的路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光罩终于停了下来，落在了一片坚硬的地面上。秦风睁开眼睛，发现自己身处一座巨大的地宫核心。地宫的中央有一个巨大的石台，石台上停放着一口巨大的棺椁，正是秦始皇真正的陵墓所在。他的目光被棺椁上的一个金色的印记吸引了，那个印记和龙纹玉佩上的图案一模一样。秦风走到棺椁前，伸出手，轻轻抚摸着那个金色的印记。就在他的手指触碰到印记的瞬间，棺椁发出一阵咔嚓咔嚓的声响，缓缓打开。棺椁里躺着一个身穿金色龙袍的男子，他的面容栩栩如生，仿佛只是睡着了一般。他的胸口也佩戴着一枚龙纹玉佩，和秦风手里的这枚正好是一对。这就是秦始皇？秦风惊讶地说道。秦始皇的遗体保存得非常完好，2000多年过去了，竟然没有丝毫腐烂。秦风注意到，秦始皇的嘴角带着一丝诡异的微笑。就在这时，秦始皇突然睁开了眼睛，他的眼睛里闪烁着和铜人一样的暗红色光芒。你终于来了。秦始皇的声音沙哑而低沉，像是从远古传来。秦风吓得连连后退，他怎么也没想到秦始皇竟然还活着。你不是已经死了吗？秦始皇缓缓坐起身，目光落在秦风手里的龙纹玉佩上。我并没有真正死去，只是陷入了沉睡。这2枚龙纹玉佩是开启我沉睡和苏醒的钥匙。你手里的这枚是陈家世代守护的，而我胸口的这枚是开启长生的关键。秦始皇站起身，金色的龙袍在他身上飘动，散发出一股帝王的威严。他走到秦风面前，目光复杂地看着他。2000多年前，我统一6国，建立大秦帝国。我不甘心就此死去，于是耗费毕生精力修建这座皇陵，炼制长生丹药，想要实现永生。可我没想到，长生丹药虽然让我陷入沉睡，却也让我失去了自由。我被困在这座皇陵里，只能依靠龙纹玉佩的力量维持生命。秦始皇叹了口气，陈家的祖先是我的贴身侍卫，我将守护皇陵和唤醒我的使命交给了他，让陈家世代相传。现在你来了，带着龙纹玉佩唤醒了我。秦始皇的目光落在秦风的身上。你是陈家选定的继承人，也是我认可的守护者。守护什么？秦风问道。守护这座皇陵，守护大秦的秘密，也守护这个世界。秦始皇说道。我知道外面的世界已经变了，但这座皇陵里的东西一旦被外人得到，将会给世界带来灾难。12铜人、尸骨、水银海都是为了守护这个秘密而存在的。高天他们想要得到皇陵里的宝藏和长生的秘密，他们不知道这背后隐藏着巨大的危险。秦始皇继续说道。长生从来都不是一件好事。
它会让人失去目标，失去情感，变成一具行尸走肉。我已经沉睡了2000多年，看透了这一切。他从胸口取下那枚龙纹玉佩，递给秦风。这2枚玉佩合二为一，就能彻底关闭皇陵，让这里的一切永远沉睡。现在，我把这个使命交给你。秦风接过玉佩，2枚玉佩在他手中融合在一起，发出耀眼的光芒。他看着秦始皇，眼神坚定：“我会守护好皇陵，守护好这个秘密。”秦始皇点了点头，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。他的身体渐渐变得透明，最终化为一道白光，消失在空气中。秦风深吸一口气，走到地宫的中央，将融合后的龙纹玉佩按进了石台上的凹槽里。玉佩嵌入凹槽的瞬间，整个皇陵开始剧烈震动，12铜人、尸骨、水银、海都在缓缓消失。地宫的顶部出现了一道巨大的裂缝，阳光透过裂缝照了进来。秦风知道皇陵正在关闭，他朝着裂缝的方向跑去，很快就跑出了皇陵。外面，苏秦、王刚、老教授和队员们都在焦急地等待着。看到秦风平安出来，众人都松了一口气。秦队，你没事吧？苏秦连忙上前扶住秦风。皇陵已经关闭了，所有的危险都已经消失了。众人看着远处的骊山，只见骊山的封土堆缓缓合拢，恢复了原来的样子，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过。骊山脚下，考古队的营地渐渐恢复了秩序，队员们收拾着装备，脸上带着劫后余生的疲惫。老教授正对着一堆从皇陵外围收集到的秦代陶片爱不释手，嘴里不停地念叨着：“奇迹，真是历史的奇迹。”秦风站在营地门口，望着骊山的方向，但他知道事情并没有真正结束。秦队，王刚走了过来，拍了拍他的肩膀。高天那伙人跑了，我们已经通知了各地警方，全力追捕。不过，他们手里可能还掌握着一些关于皇陵的信息，后续恐怕还会有麻烦。秦风点了点头，眼神凝重。高天这个人野心极大，而且不择手段。他没能得到长生药，也没能拿到皇陵里的宝藏，绝不会善罢甘休。我们必须提高警惕，防止他卷土重来。苏晴拿着一份检测报告走了过来。秦队，这是对皇陵关闭后周围环境的检测报告，水银浓度已经恢复到正常水平。那就好。秦风松了一口气。皇陵关闭得很彻底，这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。就在这时，秦风的手机响了起来。秦风同志，关于皇陵的情况，我们需要你回来做一个详细的汇报。好的，局长，我们整理好相关资料后就立刻回去。秦风说道。挂了电话，秦风看着远处的骊山，心里暗暗发誓：陈老爷子，秦始皇，我一定会守住这个秘密。几天后，秦风带着老教授苏秦和王刚来到了国家文物局。局长和几位专家早已在会议室等候，看到他们进来，立刻起身迎接。秦风同志，辛苦你们了，快坐快坐，我们都等着听你的详细汇报呢。众人坐下后，秦风开始详细讲述这次骊山之行的经历，从封土堆塌陷、残帛现世，到陈九老爷子托付守陵秘录，再到进入皇陵遭遇吃骨、12铜人与高天等人的周旋，最后秦始皇苏醒，关闭皇陵。整个过程惊心动魄，会议室里的所有人都听得聚精会神，时而惊讶，时而紧张。当听到秦始皇竟然还活着的时候，局长和专家们都露出了难以置信的表情。你是说秦始皇并没有真正死去，只是陷入了沉睡？一位老专家问道。是的。秦风点了点头。他是依靠龙纹玉佩的力量维持生命的，最后他选择了彻底消失，让皇陵永远关闭。局长叹了口气，2000多年的秘密终于揭开了。秦始皇陵果然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奇迹之一。秦队，那枚龙纹玉佩呢？另一位专家问道。他现在在哪里？秦风从怀里掏出龙纹玉佩，放在桌子上。玉佩散发着柔和的光芒，上面的龙纹栩栩如生。专家们立刻围了过来，仔细观察着玉佩，脸上露出了惊叹的表情。这枚玉佩材质特殊，工艺精湛，绝对是秦代的国宝级文物。它不仅是开启和关闭皇陵的钥匙，还拥有神奇的力量，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。局长看着玉佩，眼神坚定。这枚玉佩必须妥善保管。秦风同志，我看就由你负责保管吧。你是陈家守陵使命的继承者，也是秦始皇认可的守护者，只有你
才能守护好它。秦风点了点头，请局长放心，我一定会妥善保管好玉佩，绝不辜负您的信任。汇报结束后，秦风等人离开了国家文物局。刚走出大门，就看到一辆黑色的轿车停在路边，车窗缓缓降下，露出了一张熟悉的脸，正是高天。高天嘴角勾起一抹冷笑：“秦队长，好久不见，没想到你竟然活着出来了。”秦风看到高天，脸色瞬间变得凝重。“高天，你还敢出现？”“为什么不敢？”高天冷笑一声：“我只是拿回属于我的东西。秦队长，把龙纹玉佩交出来，我可以放你一条生路。”“你做梦！”秦风说道。“玉佩是国家的国宝，也是守护皇陵的关键，我绝不会交给你这种人。”“敬酒不吃，吃罚酒。”高天脸色一沉，对身边的手下使了个眼色。几个西装男立刻从车上下来，朝着秦风等人冲了过来。王刚反应极快，立刻挡在秦风身前，与西装男缠斗起来。他身手矫健，几个回合就放倒了2个西装男。高天见状，亲自下车，朝着秦风扑了过来，目标直指他怀里的龙纹玉佩。秦风早有防备，侧身躲避，同时一拳打在高天的脸上。高天踉跄着后退了几步，嘴角流出鲜血。“秦队长，没想到你的身手这么好。”高天擦了擦嘴角的血，眼神里充满了狠厉。“不过今天你休想带着玉佩离开。”高天再次朝着秦风冲了过来，两人扭打在一起。高天的身手也不弱，而且出手狠辣。秦风渐渐落入了下风。苏秦和老教授在一旁想要帮忙，却又插不上手。就在高天快要抢到玉佩的时候，秦风突然发力，一脚踹在高天的肚子上。高天后退了几步，秦风趁机从怀里掏出龙纹玉佩，高高举起。“高天，你别过来，再过来我就把玉佩摔碎。”高天的脸色变了变，他知道龙纹玉佩一旦摔碎，就再也没有机会打开皇陵了。“秦队长，你别冲动，有话好好说。”“没什么好说的，你立刻带着你的人离开，否则我就摔碎玉佩。”高天犹豫了一下，最终还是咬了咬牙。“好，我们走。”他对身边的手下使了个眼色，西装男们纷纷停下了动作，跟着高天坐上了轿车。轿车很快消失在街头。秦风松了一口气，放下了玉佩。“高天不会就这么放弃的，我们必须尽快离开这里，回到营地。”众人立刻朝着停车场走去，想要尽快离开京城。可他们刚走到停车场，就看到几辆警车呼啸而至，停在了他们面前。警车停下后，几名警察从车上下来，走到秦风等人面前，出示了逮捕令。“秦风先生，有人举报你盗窃国家文物，涉嫌走私，请跟我们走一趟。”秦风愣住了。“什么？盗窃国家文物？走私？这根本是无稽之谈。”“是不是无稽之谈，到了警察局就知道了。”警察说道，就要上前逮捕秦风。王刚立刻挡在秦风身前。“警察同志，他刚刚守护了秦始皇陵，怎么可能盗窃国家文物？”“我们只是奉命行事。”警察说道，“如果有误会，到了警察局可以慢慢说。”苏晴也说道，“警察同志，举报的人一定是高天，他想要龙纹玉佩，所以才诬陷秦队。”“我们会调查清楚的。”秦风知道现在多说无益，只有跟警察走一趟，才能证明自己的清白。“好吧，我跟你们走。”他对王刚和苏晴说道，“你们不用担心，我会证明自己的清白的。另外，龙纹玉佩就交给你们保管，一定要妥善保管好，不能让高天抢走。”秦风笑了笑，跟着警察上了警车。警车呼啸着离开了停车场。苏晴和王刚看着警车离去的背影，心里焦急万分。“现在怎么办？秦队被冤枉了，我们必须想办法救他。”苏晴说道。王刚皱了皱眉，高天这个人心机深沉，肯定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。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证明秦队的清白。老教授说道。我可以联系国家文物局的局长，他一定能证明秦队的清白。好，我们兵分2路。一场营救秦风、揭露高天阴谋的行动就此展开。